种那种感，好像被袭击了。我们现在人在米兰，明天早上从托斯卡尼，然后呢租车开车到佛伦斯的车站，然后再从佛伦斯的车站坐火车来米兰，然后我们已经 check in 我们的饭店了，然后现在要前往前面那个叫什么？那个艾曼纽二世广场，长廊。艾曼纽二世场里面都是卖精品，我们上次已经去过，然后这次还是要带大家去看一次。然后看完之后，我们还要再去看那个米兰大教堂。你看，好漂亮哦！看到米兰大教堂哦。其实前面都是什么啊？不知道。Milano Cortina。应该是比什么的吧？冬季奥运。应该是有滑雪啊什么比赛的。对。我要买去买那个什么？好漂亮哦！多么漂亮啊！然后会唱吗？开过去那种剧什么的。可以走。眼前这座巨大又精致的教堂盖了将近600年，从1386年动工，一路盖到1965年才算真正完工，等于是从中国明朝刚建立不久，一路盖到我们现代人连电视都有了，它才终于盖好。也因为盖了快600年，换过好几十位建筑师，所以它根本就是一部写在石头上的建筑史总整理。虽然大家第一眼看过去都会觉得它是非常典型刺刺尖尖的哥德式建筑，上面有135座塔跟超过3000多尊雕像，但只要仔细看，你会发现它还是偷偷的混搭超多风格。像是教堂最底部的门窗跟雕花，其实带着17世纪巴洛克式那种华丽又有戏剧感的线条。里面祭坛跟大理石地砖的几何图案，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讲究与对称，甚至到了19世纪，连拿破仑都跑来插一手，下令要把前面的门面赶快盖好，好让他顺利在这里加冕，又顺便带进了一点新古典主义的风格。说它中间有个那个金牛，金牛，然后大家都去踩它那个，对，就是踩它那个地方。它这边的歌词都很恐怖，就会飞很高，那种感，好像被袭击的感觉。我会怕，有鸽子袭击。我发现他们这边意大利的鸽子跟意大利人的开车方式很像，没有？对，其实都很轻，然后前面就是暗暗的都是回廊。它这里每个就是建筑的每个角落都会有雕像，对，好细致哦，那哥德式建筑。听说它这也是盖了很久对啊，它这建筑也是盖了很久。他说它这个最前面的这边就是设计了好几次这样子，对，然后都不满，然后后来就是这样，对，然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盖了好几年，所以每一年他们这个建筑的 style 都会改变，那可能刚开始他们盖的建筑是这样的 style， 所以他们底部就是盖这样 style。那上面的比较属于哥德式的，因为后来的年份大家都喜欢哥德式建筑，所以它后面上面就改成哥德式建筑，所以它这是有混合的，古典什么对什么古典主义还是。阿曼纽二世回廊也被大家称为米兰客厅的超狂地标。虽然它看起来像个顶级的现代购物中心，但它其实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是
为了纪念意大利的第一位国王而建的。在当时，这座建筑根本就是全欧洲最潮的黑科技。最狂的就是头顶上这个巨大的钢铁玻璃穹顶，阳光洒下来的瞬间，整条街又亮又气派，就算下雨也能超优雅的逛街。米兰当地有个非常奇妙的传说，只要你用右脚跟踩住公牛的重要部位，顺时针转3圈，就会带来好运或者重返米兰。看看这个地砖，都被世界各地的游客踩出一个小挖坑了。这间我们到了，这边就是星巴克了。多人也很热。在全世界最挑剔咖啡的意大利，星巴克居然打造了这间全球最美的旗舰店。这家米兰甄选烘焙工坊包下了19世纪的古迹邮局，里面用卡拉拉大理石吧台，配上手工马赛克地砖，中央还有一座巨大的青铜烘豆机，抬头就能看到咖啡豆在管线里飞来飞去，简直就像一座咖啡主题乐园。就算平常不喝星巴克，这个超浮夸的米兰地标也绝对值得来踩点。他那个会跳，自己这样跳，好有趣。那跳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他的 list 吧，就画的。我们现在去哪里？我们现在要去达文西博物馆耶。然后这里呢是里面有最后的晚餐，它就是，但是这个要先预定。然后因为我们上次已经有来看过，所以就没有再预定了。对，那很欢迎大家可以去那边看，因为那边真的很漂亮，很值得去看。就是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虽然它是有修复过的。走吧，可以走，赶快走吧。从那边下车5分钟之后就可以到达。后门它方便直接刷卡。直接刷卡就可以搭那个船，超方便。那个达文西科技博物馆，我们到达文西科技博物馆啦！我变脸是变有点太快。我们到达文西科技博物馆啦！
里最大的看点就是把达文西当年手稿里的发明，统统1比1实体化，做成木质模型。从最狂的仿生飞行器、木质坦克，甚至连他设计的城市和城墙都有。站在这些模型前面，真的会佩服到五体投地。而且不止达文西，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物的模型跟古董蒸汽火车，不管是对历史、机械还是科技感兴趣，这里都超值得排进你米兰的行程里。这是达文西的设计图，然后他竟然有做出这个立体的对照，没有对照。都是按照达文西的这个。如果你走到这个模型前面，一定要仔细看，这可是500年前达文西设计的理想城市。当时米兰因为黑死病大爆发，达文西发现是街道太脏、人车混杂造成的，所以他脑洞大开，直接设计了立体城市。上层给行人优雅散步，下层马车运货跟地下水沟冲走垃圾，直接实现500年前的人车分流。虽然当时没盖出来，但现代的巴黎拉德芳斯、香港的天桥系统，甚至是迪士尼乐园的地下通道，通通都是在用达文西当年这个超前时代的概念啊。就是当时万神殿坏掉的时候，它正在修复的样子。就找掉，它有用一个立体模型出来。然后这里是万神殿的正门口，这里。然后呢，这里是万神殿里面。然后它那个时候正在修复，那这些都是在修复的痕迹。然后那里也有那个修复的痕迹的样子，然后做出来。啊！千万别错过这2扇看似不起眼的巨大旧木门，这可不是复刻品，而是几百年前米兰运河上实体使用过的原装水闸门。当年达文西受托改善米兰的水路系统，他发明了用斜角对开跟活门释放水压的机制，让船只可以轻松穿过不同水位的运河。最神奇的是，这个500年前达文西脑袋里的设计，到今天连巴拿马运河都还在用。亲眼看到这组古董水闸，真的会被他的工艺震撼到。看这里就是他们的古典的网车，然后现在路上其实都还是会有这种窗。然后这是 B 卡，现在装上去。乘客坐好，乘客请就坐，对，然后乘客。乘客，好了，乘客刚开始跑回。